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不是邓小平提出来，这是华国锋提出来的。对，华国锋一上台就提出来这个了。毛体制作为一个 totalitarian 这样一个极权主义体制，极权主义就是共产党控制一切，每个人都有个档案这个档案跟你一辈子，你自己永远不知道这个档案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你的单位里就是看你的档案来决定对你的使用。那你要换一个单位，那你去了，这个档案通过别的秘密渠道也跟着去了。包括长沙呀，包括上海那很多地方大学生在校园里这个用西式的方式、西方的方式真正民主的方式来竞选人民代表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园里非常的热闹到了1980年8月18号，邓小平唯一一次系统的阐述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论述，他提出来就是说，中共的体制那最大的弊病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到党，集中到党委集中到党委主要的领导人。那么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针对华国锋的。赵紫阳政治改革呢，我回头来看呢，两个方面的改革是重点一个方面的改革呢，就是要削弱党的权力，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吴光耀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聊。其实，在这个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活里面，有最重要的一块是现在回头看，当年如果执行的成功的所谓就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可能今天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好，政治生活的面貌就会都不一样。您在这段时间里，您是发挥过一些作用的。我们都知道的是，您是被鲍同选去跟赵紫阳一起去设计整个这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但这一段其实您没有完整的从个人的经历去详细的介绍过，就是这样一种选拔是怎么发生的，你们当时是哪一群人到底在设计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当时对中国政治的这种制度的判断和如果要改去哪个方向，当时鲍同具体在做什么，赵紫阳具体在做什么，回头现在再看您的这段经历，您的一些反思，我觉得这一段是您最有资格聊的，所以一起都请您讲吧。1980年代的整个改革年代呢，今天回头来看，很多人强调的是经济改革了。那当然在历史的研究当中，学术的这个讨论当中也有争辩，到底1980年代有没有政治改革？那我个人呢，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我感觉呢，就是1980年代中国有两段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浪潮。毛死以后，1978到1980这是一段，我是把它叫做胡耀邦政治改革那个时候是主要胡耀邦在推动。那么再一段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到了1986年、87年88年，那么我也参与这个赵紫阳领导的这样一个政治改革呢，那我就简单的称就是赵紫阳政治改革。那么1980年前后的胡耀邦政治改革呢，它的重点是给高层政治生活建立一定的规范，这个是这些老干部们从文革结束以后重回权力，那么当时呢又想拱倒华国锋，不愿意出现一个毛泽东这个伟大领袖之后又有华国锋这样一个英明领袖所以反对个人崇拜那么邓小平也想建立他新的这样一个政治权威。当时这个社会上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非常高，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前面也讲到的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而且全国范围的这个民间团体、民办刊物有点延续文革末期、文革初期各种油印的这种刊物都出现了，到处贴。那在朝廷这一边就是理论务虚会，当然中共的11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也是一个完全没有按照高层制定的议程开的这么一个会议。这个呢，当然在我个人今天回头去研究呢，发现
实际上这一股民主浪潮呢，在1979年邓小平访问我美国回到中国以后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呢，这个到了1980年呢，又起来了。我认为是同一波这个浪潮实际上又起来了。这个起来的原因呢，我个人判断呢，分析呢是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民间这个声浪一直是在，这个从共产党内的这些理论家们呀、知识分子们呀，到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关心国事的，当时像魏京生像这个胡平这个徐文丽这很多这些人他们都在组织和参与这样的事情了。再有一个就是胡耀邦那时候已经到前台来主持中共的这样一个高层的工作了。那么胡耀邦本人是非常有推动政治革新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想也非常重要，就是华国锋虽然已经慢慢的在失去权力，但是呢还没有决定性的被攻倒。那么邓小平呢还需要讲政治改革来削弱华国锋。这也是为什么到了1980年8月18号，邓小平唯一一次系统的阐述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论述，他提出来就是说，中共的体制那最大的弊病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到党，集中到党委集中到党委主要的领导人。那么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针对华国锋的但是我想这整个这个诊断这个对于中共体制的这个弊病的诊断，我想应该是合乎实际的所谓专制权力在中国不仅是这样一个所谓领袖的个人专制，那么也是这个党的这个专制。所以1980年呢，就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反对个人崇拜，这个主张制造宽松的这样一个讨论环境提出三不主义、四不主义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最后加了一个四不，叫不装袋子。不装袋子就是因为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个档案这个档案跟了你一辈子，你自己永远不知道这个档案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你的单位里就是看你的档案来决定对你的使用。那你要换一个单位，那你去了，这个档案通过别的秘密渠道也跟着去了。所以到了那里，新的单位的领导人打开这个档案袋子，就知道你对你有一个政治上的定位了。那么你讲了什么话，当时可能没有整你，但是给你记到这袋子里去了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阴影吧。这些都是实际上是毛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控制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由于这种各种手段的控制，大家都不敢讲话这个1980年代呢，就试图对这些东西进行改革。那么当时也有了舆论的这样一个监督的尝试昨天我们讲到北京丰泽园饭庄陈爱武厨师他这个可以直接告状实际上是告倒了一个国务院商业部的部长那么还有背后的含义是针对华国锋的，但是呢也是舆论监督很好的尝试。也是1980年这个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这个题目就是非常醒目，就是说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这样的蠢事了。还蠢事西水东调呢是陈永贵在山西西阳县搞的这样一个水利工程。那陈永贵是大寨的这样一个党支部书记，是毛泽东树立的全国农业的这个典范嘛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姓。这个以一个农民之身进入中央政治局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对，出国访问头上也缠着一个白毛巾形象非常鲜明。那么他当时是华国锋倚重的这样一个主管农业的领导人，所以这个批陈永贵实际上背后就是批华国锋。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西水东调这样的蠢事，不要说那时候在干了今天有比那更大规模的蠢事还在做呢是吧？前不久我们刚刚看到在西藏搞的那个什么梯级发电站等等太多了。这应该是1980年7月的事情。那8月呢又来了一个，就是针对实际上是华国锋在工业这个领域的这些倚靠的人
来了一个很大的舆论监督的这样一个事件，就是在应该是1979年吧。那么当时从日本进口的一个海上石油勘探船，中国把它命名为渤海2号。那么就在渤海呢，做海上的这个石油平台作业。结果由于技术失误，对气候的判断也有误，这个船就翻了，几十个人死掉了。当时就隐瞒不报，不仅向舆论隐瞒，这在中共这是非常正常的常态。对，那其实呢也向最上面也隐瞒。那么到了1980年呢，就被人民日报记者和工人日报记者，还有新华社记者就把这个事情给揭出来了。那么揭出来的背后呢，应该是就是邓小平、胡耀邦他们要利用这个事件呢，来向华国锋进攻，削弱华国锋对工业系统的这样一个掌握。因为毛泽东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华国锋上台以后呢，实际上他是背离了毛的这个阶级斗争路线，要把经济搞上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不是邓小平提出来，这是华国锋提出来的。对，华国锋一上台就提出来这个了。但是呢，怎么把经济搞上去？他呢是延续毛的思路，就是全国要搞10来个大庆全国要普及大寨线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当时大庆石油当年开发的这个领导人呢，也受到华国锋的重用特别是当时的主管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所以最后这个舆论浪潮起来以后呢，结果国务院给现任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这个也是舆论监督让大家，那新闻工作者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发出声音，你看国家领导人都可以受到惩罚，有用这个实际上和民间要求舆论监督的这个声浪是相吻合的那么还有对宝钢这个项目的质疑以至于在1980年应该也是开人大的时候，这个冶金工业部的正部长和2个副部长被叫到北京代表团、上海代表团好几个代表团，穷于应付的回复质询。对，上海代表团当时把这个部长叫来质询的时候，火药味非常的浓就是基本上就指着他们的鼻子骂，就是说你们这个决策完全是错误等等吧。当然有一些具体的论据了，包括这个原材料供应上海的这个甚至上海的这个由于地下水开采造成了上海地面下沉那么当然宝钢这个工程建的那是不是合适很多。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大代表面对面质询部长对这个政府的决策提出质疑。这背后当然有攻击华国锋的这样一个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你不能说质询本身这个事情不对。那么如果这个事情华国锋下台以后，如果还能继续下去，那当然又是另外一种气象了那么这个就是1980年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胡耀邦为主当然有邓小平在背后支持推动的这样一个政治的改革。那么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呢就是一个就是取消了领导职务终身制那么开启了干部退休制干部开始大批的更新。这个呢当然是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现代化这么一个要求过去这些干部都是一些土八路嘛这个没有现代科学知识那么现在就要提拔一批有专业知识的来促进现代化建设。在1980年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当中，那么出现了不仅北京了北京当然我们比较了解一些还有外地，包括长沙呀，包括上海那很多地方大学生在校园里这个用西式的方式、西方的方式对真正民主的方式来竞选人民代表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园里非常的热闹对这个今天我们讲胡行的话，这个海外民主运动的长期的参与者，也是一个主要的理论家他就是在1980年北大校园的人民代表竞选当中开始这个成名的吧。胡平是吧？对，他是成名。他那时候是北大哲学系研究生还有王军涛对这个
北大当时是胡平当选了海淀区人民代表了，这个上海、长沙都有学生通过这种竞争的方式当选了。那么这个人民就是校园竞选，当局没有去压制，当局很紧张但是没有去压制。特别是北大当时的主管学生事务的党委副书记是北大的3把手或者4把手，叫马时江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他当时对这个学生竞选，他实际上非常非常欣赏的这么一个态度，非常欣赏一个态度当时的很多这个干部是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呢，也和对选举制度的变革这个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差额的这样一个选举你也不可能竞选的在毛时代，整个选举就是说要选一个人，好，我现在提出一个人来让你选，就是等额选举就是他。对，如果是5个职位，那我就给你5个人，你从这5个人里边选5个吧。那还选个啥？这个就完全就是所谓等额选举，就是没有选择，不存在选。那这一轮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浪潮呢，我觉得它是集中解决中国政治生活的理性化，就是说开始有点规则。那么凡是涉及到有民主化因素，像这个竞选，那么这个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知道胡平虽然当选了人民代表，但是等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马上就受到惩罚工作分配等等。1980年以后呢，邓小平他们也把华国锋下台这个事情给坐实了，也就没有来自权力斗争的考量，说可以开放一些空间，利用民间这个民主的声音，批评权力集中的声音来攻倒华国锋了。这个因此呢，政治改革这个事情呢，就基本上偃旗息鼓了。那么中共领导层当时的官方的说法是说，我们现在要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集中进行经济的建设所以呢，政治改革要推后一些。这样从1980年的冬天一直到1986年的夏天，那么这一段时间里呢，政治改革在中共的官方舆论当中实际上是一个禁区。到1986年的时候，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遇到了来自政治体制改革的阻碍。那么1984年，人民公社已经正式解体了，农村改革可以说完成了。那么1984年，中共也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经济改革在城市开始全面展开了。那么84年、85年到86年的时候，展开了大约有将近2年的样子。那么很简单，毛体制作为一个 totalitarian 这样一个极权主义体制，极权主义就是共产党控制一切那非常重要的就是对各个经济因素的控制所有的企业都是党委书记是老大，所有的企业都是由共产党的这样一个计划体制来规范它的一切的这样一个经营。那么共产党的经济计划也是由党来领导的。所以当你说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说你不改这个政治上的权力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你不可能有经济上的这样一个新的行为准则出现。你比如说农民搞承包好像农村改革就成功了。那你在城市要搞企业的承包，那这个就不一样了。你搞企业的承包，这企业的这个领导人，这个党委书记和厂长就是说，那我无所谓。对，农民搞了个体承包、大包干、包产到户，那我产得多，我自己得到好处多，是吧？那你说我这个作为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对，我搞得再多，我还是拿那么几十块钱的工资。对，你承包给我，我才不在乎呢。对，这个所以呢，这所有权的问题在那里。那么当然还有权力的这个结构等等。所以马上就遇到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权力上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变动，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能往前走的。那么这样的，在1986年的春天，实际上呢，民间这个舆论呢就开始高涨，认为就是经济改革现在其实推不动，阻力很大，那么应该是在政治上进行改革。昨天我们也讲到了，就是1986年4月份
我个人已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要讲政治改革了。对，那时候当然是禁区，所以这文章写了以后呢，只能发表在内参上。这是上海的，好像是《文汇报》吧，还是《解放日报》，我现在记不清楚啊。他就是编的那种理论内参，专门把那种就是说这个观点有点禁区踩了禁区的，不能公开发表到报纸上的，那么把它印出来，变成一个小的刊物。在内部领导层这个传阅这样一个东西。1986年的4月，上海也组织了文化问题的文化发展战略的讨论，那就以文化这个牌子来讨论一切非经济的问题，当然就包括政治的问题。那个讨论非常成功，以至于中共中央这个主管日常事务的书记处书记就是胡启立。也到那里去讲了一通话，这个发展战略问题的讨论是我们的老朋友魏承思当年在那里搞的，然后1986年的5月8号，你看《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我起草的那个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个文章，到了8月万里就讲了这个软科学座谈会上的这样一个讲话，就是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人民日报在8月也发表了政治问题可以讨论这么评论文章。在这之间呢，就是6月份，那么邓小平就开始重提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呢，是着眼于经济体制。他说现在看呢，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推不下去。那么你这里放权，他那里收权这是那你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但是可能党委他的还是权力是集中的。从这个角度，他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到1986年的9月呢，中共中央就开始组织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这次赵紫阳政治改革呢，我回头来看呢，它就是要进行一个2个方面的改革是重点一个方面的改革呢，就是要削弱党的权力，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实际上呢，就是你如果共产党的权力不削弱，过去这个体制下，所有的权力都集成到共产党手里，那么所有的社会因素都不能发育，企业也不能正常发育起来，社会组织也不能正常发育起来。那么地方，哪怕在共产党内部，权力集中在上层，那你地方也不能发挥它的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所以这个削弱党的权力呢，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是好像最终是要引向一个。把这个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给它破掉，但是在当时呢，它有一个合理性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对党的权力的削弱，整个社会都不能有健康的一个，每个细胞都不能健康的发展起来，因此你又没办法进行什么经济改革、经济发展，那企业都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细胞、经济细胞健康发展起来，那么这个是有合理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讲党政分开也好。这个针对共产党这样一个权力集中，有提出了多种削弱的措施，为什么会被共产党代表大会接受但是背后隐含的，我想对赵紫阳来讲，他是看到了一个通过这个对党的权力的分散，那么社会越来越发育，那么走向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走向一个，我想他那时候从来没有讲过多党制。但是到了他1989年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那么赵紫阳是讲了，就是说如果在共产党一党，他不讲一党专制了，在共产党一党领导下不能完成这个现代化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必然要把多党制的问题提出来了。这是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里讲到赵紫阳当时给他谈了这个问题。